在纽约，有一家由世界顶级米其林团队 Alinea 经营的位于中央公园的餐厅。它的招牌菜是一块6个人一起上都吃不完的巨型猪皮。据说只要把猪皮放进油锅，就能瞬间炸裂成一座1米高的小山。哎，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嘛，我也要吃。以它米其林的逼格来看，这肯定是一家需要提前预定才能吃到的餐厅。不就是个炸猪皮吗？我自己做。一个开餐馆的朋友告诉我，像视频里的这种大猪皮，必须要在超市刚开门的时候才能抢到，所以我第二天早上9点就起了床，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唐人街卖肉的地方。但是今天可能卖完了啊！有些老外他专门就是拿这个卖。好吧，我是真没想到老外还会来中国超市跟我抢猪皮。你们见过早上9点的纽约超市吗？反正我是第一次来这么早。哎，这不猪皮吗 ？OK， 总算抢到了。除了标签有点糊弄人以外，新鲜程度什么的问题不大。你们知道这块猪皮有多大吗？来看好了啊，比搓澡的毛巾都大。同志们，这已经是我家最大的一口锅了，显然还有些 hold 不住。按照视频里的操作，要从中间剪开，再去掉边角料，变成长方形的样子，才能勉强装得下。然后开水下锅，小火炖4个小时，在它开始烂但还没有完全烂的时候捞出来。而且现在的猪皮是真的软，刮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，一旦破了，整张皮就完全报废。你们看，这满满一条猪油，像不像你们肚子上的脂肪？米其林风干的办法是把猪皮放在风干机里吹上12个小时，但是身为一个吃腊肉长大的湖北人，直觉告诉我，自然晒干的肉才是吸饱了日月精华的肉。这么大的猪皮，怎么也得晒2周才行，所以我专门选了阳台上通风最好、蚊子最少的地方，拿个衣架把它们挂起来。完美！你们都给我乖一点啊，不许偷吃啊，听到了吧？我跟你们说，本来以为就晒个猪皮能有什么事呢？哦吼，邻居把我给举报了，说阳台上不许晒东西。我就真的我知道这边不让晒衣服，但我在阳台里晒个猪皮你也要管？总之物业说再晒就要罚款，所以只能用风干机了，差不多就65度烘干12个小时的样子。虽然它风干的是真快，但家里也全是猪皮的味道，估计要2天味道才能完全散去。不过听说收到一个点赞的人，家里的空气会净化得更快呢。虽然视频里没有说明蘸酱的成分，不过凭借我敏锐的观察能力，这肯定是西餐中常见的意式玉米粥波伦塔。它的主要成分是这种粗糙的玉米面，还有用鸡肉熬成的清汤。把鸡汤烧开，分批少量的加入玉米面，和弄和弄，再盖上盖子，转小火焖半个小时，每隔5分钟和弄和弄。最后加点盐啊、胡椒啊、橄榄油啊和黄油什么的，和弄和弄。如果想看它到底有多细腻，最好的办法是把它蒯到盘子里，用刀轻轻一刮，如果形成了一个平整的表面，这是最理想的状态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话说，你们吃过一种叫重辣5号的辣椒精没有？这盘蘸酱用了卡拉布里亚辣椒酱，就是这个味道。最后加上一点磨碎的青柠檬皮，摆上你们最爱吃的香菜，一份米其林级别的波伦塔蘸酱完成。原版的炸猪皮是往锅里一扔，接着唰的一下就拉起来了。但是因为我不知道油的具体温度，所以在参考了江西烫皮的做法以后，我决定先从边角料开始实验。油温120度的时候，它还没有反应，但升到了170度，就能肉眼可见的变白。一旦触及到190度，它就会 biu 的一下完全膨胀起来，效果也是真的不错。从下锅到炸开只需要不到10秒钟。OK， 这回稳了。你们觉得这么大一块猪皮，完全炸开以后会变得多大呢？哎，这怎么卷得跟麻花一样？
人类学家克里福德·吉尔茨说过，社会在发展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，如果无法转换成更为高级的模式，就会导致内部极端化和复杂化。这种现象叫做内卷。想打破内卷的现状，就得去开辟更大的空间。于是我专门去了一趟厨具专卖店，买了一口巨大的锅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现在超级开心，只要把这个锅开好，剩下的我闭着眼睛都能做出来。现在是凌晨2点钟，我一个人在家门口开锅。本来想买回来就开始了，但是我连晒猪皮都被举报，那他看到我拿个大锅烧还不得报警？但是不开锅又真的不好用，所以只能在这个时候弄了。唉，真的好惨，这要是被人看到了，还以为我在烧纸钱呢。虽然开锅的时间晚了一点，但效果我还是蛮满意的。这回肯定没有问题了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开始。看看这个长度，整整75厘米，大到连屏幕都装不下。再听听掰开的声音，清脆又悦耳，就像掰断了一块巨大的薯片。蘸上波伦塔辣酱，一口下去，玉米包裹着柠檬的清香，配上辣椒的刺激，让猪皮在酥脆过后更加弹牙。还有之前撒上的红酒醋粉和白葡萄酒醋粉，微酸的同时中和了脂肪的油腻，一口咽下，让人忍不住食欲大开。这个就是适合5-6个人一起吃的米其林级别开胃餐的魔力吧。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看这种简单易懂的小菜，就给我来一个点赞、投币加关注吧。我是大碗拿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